OK， 小孩子的教育是每一个家长都极其关心的话题。那是否要让小孩读国际学校，值得还是不值得呢？每个家长有自己的选择。今天王太是正方，他认为读国际学校是值得的。我持反方啊，我认为读国际学校并不值得。王太，开始你的立论吧，1分钟。我选择让孩子读国际学校，是因为第一，我受够了中国公立教育的那些刻板，以及中国9年制义务教育之后上高中的困难，大量的这种筛选，我孩子可能连高中都读不上，以及我不喜欢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我非常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阶段学到类似于马克思、毛泽东主义、邓小平思想3个理论等大量的公共政治课的学习，我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所以这是第一条。然后第二条，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从工作开始那一刻就已经给孩子在存教育基金了。我觉得我有这个财务上的这个能力，能够让孩子去接受国际教育。第三个，我希望孩子从小具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和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准备，将来能够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去生存生活。好，那接下来我来讲1分钟我的观点。让小孩子念国际学校啊，并不值得。首先啊，国际学校大多以英语作为教学，那么因此啊，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小孩一定会不能好好学习中文。他如果是念完小学过来还好，但他也会丧失掉对中文之间的文字之美和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思想的传承。那如果他很小啊，从幼儿园或者小学就过来念国际学校的话呢，他就更进一步，有可能连中文都不会了。第二呢，虽然说有一定的储蓄，我们可以让小孩子去念国际学校，在经济上能够负担，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浪费钱，明明大马还有更多的选择。第三一点呢，是在大马国际学校太多了，该怎样选？选到一个好的国际学校真的适合很难。好，时间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5分钟，主要是质询对方的观点，然后呢，来为自己辩护。我们试试看。OK。我觉得出生和你的这个国籍是不能够选择的。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习中文？这个是因为他是中国人的关系，他就必须他的 destined to have good command of Chinese。我觉得小孩子他的生长环境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和这个中文的世界里。那一个人他的生长，他是离不开一个环境的支撑的，文化会给到他力量嘛。他也会知道我的根来自于哪里，他会知道我是谁，这对他终身的成长是有益的。因此他要学习中文是非常必要的。他已经掌握了中文，我不认为他还有必要去学习那一套他不感兴趣和以后作为一个世界人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些中文，我觉得他已经够了。 Enough is enough。 你觉得是对我们的小孩来说嘛？那我们从in general 来讲的话，我觉得小孩他还是要有一个中文的底子，因此呢，国际学校并不值得，因为并不是他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我认为国际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让他从小就有一个用英语思维和将来能够阅读到世界优秀的这个文献的这样一个基础。对我来讲的话，我从小学习的是中文，我大学毕业之后讲英文都是磕磕绊绊的，但是此后的20多年，我几乎都是用英语思考，然后用英语工作。我发现世界上优秀的这个文献期刊还有一些书籍，90%以上都是用英文书写的，如果翻译成中文再去阅读，会损失掉非常大的这个内容还有语义语境。好，我认为没有必要。
OK，就算这一点成立啊，那我们来看，并不意味着，假设我们到了大马，他去念其他的学校会损害他英语的教学，比如说他也有可能会去选择读中去学习。那我们有第二家园，如果他能进入读中的话，他不单可以接受很好的中文学习，他还可以接受很好的英文教学，在文化的传承上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扬，并且读中的费用只有国际学校的1/10。虽然说我们有积蓄，但我觉得能省的钱把它省下来，那还是明智的呀。我认为在读中的选择上面，我最大的顾虑是读中的大班化教学，这个和我们中国的公立体系如出一辙。一个班级有50个学生，一个班主任来带50个学生，我认为精力上是不能和国际学校现在这样的配置。一个班级有2个 homeroom teacher 配上20个学生，带来的这个关注度要大。这个我认可哈，但我们从实际效果来看啊，读中大量的学生毕业之后，他还是可以被国际社会认可，他们去到全球的各地啊，除了大马本地的认可有一些问题之外，可以看到他的教学质量，他的结果还是好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呢，他能够让他去读中，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的选择。我不是否认读中的教学质量，但是对于我来说，我 again 希望孩子接受到的是英语教学、英语思维。我认为，将来作为一个世界人，他现在的这个中文水平已经够了，而且他对中文并没有展现出我小时候对于中文的这样的一个浓厚兴趣。我认为强扭的瓜不甜，没有必要。那是否说有一个年龄阶段，比方说在什么年龄他比较适合来国际学校？那如果照你的思路的话，你是否觉得他从幼儿园完全没有学过中文就来念国际学校，也是一个对的选择呢？第一个，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来做一个 general 的判断，说什么年龄适合。但是我认为我的孩子在中国完成了4年的小学学习，再来进这个国际学校，我认为他的过渡是非常自然的。既有他这个母语一些最基本的听说读写，一些常用字词他能够掌握，然后还有就是他有大量的这个中文的阅读，已经在那里的这个基础就已经够了，所以那个他11岁过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孩子我也认可，所以我想知道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说，小孩子过来直接念国际学校是否值得？你认为一个小孩如果他从幼稚园就到达大马的话，他可以直接进国际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吗？我认为你只要家长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传统上的大家会认为这些家长是牧羊犬 anyway 是牧羊犬，那么你就把孩子培养成小牧羊犬，然后你这个财务上有这个能力，就让他走你想要走的这条路。但是如果你很扭曲的希望说将来孩子的根要在中国，要在中国发展的话，那我认为你上国际学校是不值得的。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跟你还是有分歧啊。我觉得你看大马人他们没有念国际学校，或者老一辈念的比较很少的，他们实际上英文并没有受到影响啊，还是有很好的。前提我没有说。那最后呢，我们还有1分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传统的辩论不同呢，我想我们也可以增加一点互相认可和新学习到的，在对方身上可以学到的一些点是什么从王泰开始吧，1分钟。我觉得我是坚定的牧羊犬，然后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还有包括一些知识上的掌握，都是在大量的学习英语，然后用英语转换思维，成为工作语言，成为一个逻辑思考的语言之后，人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我又是在和这些英语国家的这些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塑造了我一个新的人生观，那就是人生不一定要吃苦。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中国吃了苦之后，接下来他的人生可以选择说不吃苦，或者说吃他想吃的苦。所以我坚持认为进国际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论什么年龄。对啊。好，那现在呢，我来进行1分钟的结尾我呢持有反方所以我还是从王泰的身上学习到说英语思维和踏到西方社会所具备的这个钥匙还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共同的结论是，如果小孩已经具备一定的中文基础，那么念国际学校有可能是给他一个更好的礼物。而如果小孩子很小，我倒是觉得他有机会可以念华小，或者接受一定的中文和文化的
教育，再去进行国际学校的培养，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好，而且在经济上呢会更加的划算。如果更加在意中国文化的话，那么他完全也可以考虑读中，他在经济上可以有大幅度的节省，说不定是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选择。知道吧？现在辩论结束了，我们再花絮一下。我觉得就是大马的观众啊，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国际学校的话题，有一些比较让我扎心的、扎眼的这个评论，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有钱嘚瑟。其实这种评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会听到嘛，就是攻击这些人是自己有这种所谓的虚荣心，然后牧羊，就是谄媚到西方这一边。我觉得首先不可否认，选择国际学校的这些家庭一定是在经济实力上面做好这个选择的，那有这个准备，有这个底子 ，it's not a shame， 对吗？所以没有必要说去攻击人家这一点。这显然我觉得有可能是不对的，因为国际学校，它的核心特点确实是比较贵，这是它的外部的显著特点，但不意味着说，贵就可以忽略到它其他的特质，对吧？对啊。往往我觉得我们很多问题要倒过来想，一个贵的东西有可能就是有它的价值所在。对。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前一阵子有一个观众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点醒了我，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想到中华文化，总是想到那些古人、古文、古诗词，现代的那些东西好像完全是空白了的。我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中华文化，对它的古代文化、传统文化是有很优秀的地方，可是这个不能够就是让我们就盲目的去自豪、骄傲，就是民国那一段时期开始的这些近代的中国的文字上的这个文化呢，为什么没有被大力宣扬？为什么？这个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孩子学几千年这些东西有那么重要吗？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热爱古诗词？然后像我们中国公立教育里面背大量的古文，而且是一字不差，标点符号也不能差的这个程度，有必要吗？是你这个其实抛出了一个我也无解但很重要的问题，可能100年前他们在争论是否要全盘西化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个，就传统可能不等于文化。对，文化和当代所需要具备的精神和你身上有的这种特质可能又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也无解，但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要去体会一下。对，然后然后最后一个我始终不能理解我们所中国的公立教育，就是对孩子写作上的这种要求，要立论啊，要有这个所谓的深意啊、正能量啊。我觉得life is not all about positive。这个我认可，所以我们没有讲说要在中国接受教育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我当然是非常认可的。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可以得到的结论呢，就是不论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啊，不论他传承的是西方还是中方的还是东方的一种文化，更加重要的是他能够学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普世价值。对吧？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要做一个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如今大家都认可的那些价值观，对人的尊重啊，这个张扬个体的一些价值啊，能够让自己快乐啊，这就可以了。有可能底线是这样子。而如果你学得很好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很极端，结果你自己并不开心，你也不懂得尊重别人，我觉得那它存在就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对，你最后一点提醒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有人会觉得说，好像国际学校里面，因为这学费比较高，可能学生都是生源素质都比较好，老师可能也会好。不是这样的，国际学校我们也听到过有霸凌事件，对吗？同学之间的，还有老师对学生的这种霸凌，语言上的这种羞辱，还有这态度上的这种嚣张也有啊。这不是你换了一个国际学校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并不是，而是说你家长在必要，你要一定是跟孩子的沟通很重要，他是不是对你信任，他是不是告诉你这个事情不对了，然后家长是不是培养到他一个正确的，不要去霸凌别人，然后也不要成为霸凌的受害者和霸凌的帮凶，这也很重要。对，你的意思是说国际学校也不是全部，也是要家长和整个社会的一个配合，学校只是一个教育的机构而已嘛。对 OK。